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抓事件持续延烧，实体企业操盘手的胞弟失踪了，亿万资产版图也遭到全面封锁，寺内高层被控制，多家少林系公司股权异动，连夜转移资金。这位曾经和国际政要同台，被誉为 CEO 和尚的风云人物，为何在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这场风暴真的是反腐行动，还是一场针对宗教、资本和政治的暗黑交易？您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袁成。少林寺 CEO 释永信被抓后，位于寺内的释永信方丈疗房被贴上了封条，原本属于他私人使用的佛堂、寝室和接待空间已经全部关闭，进出都由宗教局和统战部派员把守。根据知情人士透露，7月下旬起，登封市宗教局和河南省统战部就进驻寺内开展内部清查，封条贴在方丈疗房的前门正中央，标示为涉案调查，未经批准不得擅入。寺中多名僧人接受问话，释永信使用多年的电脑、手札和部分私人信件也遭到查封。据传，调查人员曾在他的办公区内发现几张和外籍人士的合影照片，以及部分没有报备的国际交流记录文件，引发进一步怀疑他涉外活动可能存在违规。方丈疗房的封闭对于少林寺内部的气氛造成明显震动。一位不愿具名的少林寺资深僧人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几乎成了释永信的私人办公和权力中枢。如今整个空间都被查封，象征着寺中实权的彻底更迭。与此同时，释永信的胞弟法名释永乾也传出失联多日的消息。有熟悉河南佛教系统运作的消息人士指出，释永乾常年担任少林寺旗下多个实体企业的实际操盘手，与寺外公司的资产运作关系密切。在少林寺商业帝国的运作中，他负责具体执行层级的资金流转、物业开发和对外协议签署，甚至涉入一些高速公路工程、信息化专案的合约。根据河南省纪检系统流出的信息，释永信目前疑似正配合接受纪律审查。他名下的几家企业，包括河南无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联企业、登封市少林文化旅游股份公司等，已经出现法人变更或业务暂停的异常状况。与此同时，对释永信关联企业调查的范围也在扩大。据悉，河南省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宗教、财政和公安3方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目前正在进一步审核少林寺过去15年间的大宗项目和经费流向。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释永信事件震动全球舆论场。在释永信的方丈疗房被封、家族企业网络出现动荡的同时，这场风暴也迅速越过国界，引发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与密集报道。自7月下旬中国官方通报释永信接受调查，遭中国佛教协会除名的消息公布后，几十家海外主流媒体迅速跟进，包括美国 CNN、纽约时报、英国 BBC、卫报、金融时报、
日本 NHK 和朝日新闻以及法国法新社、澳洲 ABC 等纷纷以少林寺掌门落马、CEO 僧人被查、中国最著名和尚遭清算为标题，进行深度挖掘和评论。媒体关注的不仅是释永信的个人丑闻，还包括他与中共统战体系、国际政治交流的暧昧关系。外媒普遍指出，释永信多年来把少林寺打造成全球最具品牌效应的中国宗教符号，通过开设海外分寺、接待外国政要，巧妙地在宗教、文化与外交边界中穿梭，扮演非正式的统战角色。CNN 报道提及，释永信先后与已故南非总统曼德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苹果执行长库克等人会面，而今年2月更与教宗方济各会晤，引发北京高层强烈不满。梵蒂冈主动发布与释永信的会面照片，并以中国僧侣与教宗交流为题，在国际场合引发舆论效应，被中共高层视为擅自开展民间外交的越线行为。外媒普遍认为，此举可能成为压垮释永信的最后一根稻草。法新社更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日益加强宗教管控、强调宗教中国化与内循环的政治背景下，释永信与教宗的摸顶事件形同政治火药桶，最终导致他从统战样板变为失控风险。英国 BBC 中文网则重播了2014年释永信接受专访的片段。当被问及外界对他钱色交易的质疑时，释永信语带保留地回答：“要有问题，早就成问题了。”如今看来，这番话成为一种讽刺。多家日本媒体和澳洲媒体也提到，释永信早年积极推动海外少林寺建设，其中最具争议的是2015年在澳洲新南威尔斯州肖尔黑文市的投资项目，总金额高达2.97亿澳元，涵盖寺庙、酒店、功夫学院和高尔夫球场，引发当地媒体和居民的争议，但仍然获得州市政府的批准。除了媒体报道，国际社群的舆论反应同样热烈。在日本雅虎新闻相关报道下，留言数量达几百条。很多网友提到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曾经让人对中国文化充满敬意，如今少林寺的现实却让人幻灭痛心。也有游客回忆过往参访少林寺时的强烈商业气息，直言这里像个主题乐园，不像佛门净地。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舆论声音构成了释永信事件的国际外延，不仅挑战中国官方过去长期塑造的少林形象，更让外界重新审视宗教与政治、信仰与利益之间那层模糊又敏感的界限。释永信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曾经被视为中国文化输出的范例，如今却成为国际观察中国宗教政策和内部权力变动的窗口。唐僧肉与摇钱树，释永信与地方政府、港中旅的爱恨纠葛。在外界看来，释永信或许是一位披着僧袍的企业家，他的商业版图横跨旅游、演艺、地产、电商、文化培训乃至出国签证领域，通过本人或亲属控制的公司超过30家，包括登峰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公司、少林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资产遍及中国多地及海外，估值超过20亿人民币，是当代中国宗教界最具商业化色彩的人物之一。但这座庞大帝国的根基并非来自佛法造诣或宗教威望，而是来自政治体制的扶持和默许。释永信的上位本质上是一段赤裸裸的权力攀升史，他不是被僧团选出的方丈，而是被体制推上的样板和尚。1981年，年仅16岁的刘英杰以释永信之名在少林寺出家，拜在当时寺中德高望重的住持释行正门下。释行正不仅是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更与河南省宗教局、民政部关系密切。由于年迈多病，特别是患有眼疾，行政法师时常需要人陪同处理外务。释永信凭借聪明伶俐、善于交际的性格，成为陪同师父出入宗教部门的固定人选，也因此提早打通了与官方的联系，熟悉了体制内的运作规则。但心眼灵活的释永信行为不端，被发现偷盗寺内财物。约在1987年前后，释行正做出签单处理，释永信被赶出山门。遗憾的是，不久后释行正就去世了。这中间释永信是如何重回寺庙，并成了行政的衣钵继承人，外界无从得知。不过，在中共体制下，这类事情的发生和操作，相信朋友们都能脑补出来。释永信此番回庙后，没有了老和尚的掣肘，
并且还多了中共各组织的支持，从此便放开手脚，大展他的商业抱负。毫无疑问的是，释永信的商业头脑相当发达。释永信从此便开始了和中共相互利用的活跃于宗教系统和地方官场之间，成为既不脱袈裟也不脱离体制的红色和尚，为中共搞宣传、做外交，成为中共在宗教界的代言人。1999年，在原中共佛教协会会长的支持下，成为少林寺方丈。这场回国登顶不是僧团推举，而是一场组织运作下的官推住持。此后，释永信便顺利转型为中共的宗教样板人物。2000年代起，他积极配合统战部安排，率领少林武僧团赶赴欧美演出，将少林寺打造成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先锋基地，并在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和平等委员会等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还获得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不过，一位方丈能不能坐稳，除了靠上面的信任，也要看是否能摆平下面的利益。释永信真正的麻烦，其实源自于少林寺和登封地方政府，尤其是和中旅集团的利益争夺。作为5A 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的金字招牌，少林寺的香火钱与门票收益一直是香饽饽，而这块大饼的管理权，长期以来由登封市政府实际操控，寺方仅能分得其中的一小部分。释永信上任后，开始大刀阔斧推动寺院商业化，主张要自主经营、自主招商，希望自己也能从中分得一杯羹。2009年，释永信操盘成立少林寺文化产业公司，意图整合景区门票、表演、纪念品和周边资产，但地方政府并不愿轻易放手控制权。2011年，登封市与港中旅集团签约，成立合资公司少林景区公司，少林寺被排除在主要话语权之外，双方矛盾迅速升温。释永信不满中旅过度商业化，把少林寺打造成文旅主题乐园，门票价格连年上涨，香火收入被分割，寺内僧人被沦为导览和表演工具。他多次向上级部门申诉，并试图通过佛教协会和统战部影响地方政策，甚至曾有意收回经营权。然而，港中旅有央企背景，登封政府又将景区门票收入纳入财政预算，释永信的努力屡屡受挫。这场多年的拉锯战让释永信在地方官场中失去不少盟友。有消息说，释永信一度试图阻止港中旅和登封市推动周边地产开发，认为那是对佛门净地的污染，但实际上也是出于利益考量，因为他本人掌控的多家企业也涉足周边文旅地产。更尴尬的是，这场四方与政府、央企的三方博弈，引发了各自对对方的不满和举报。坊间传言，自2015年释永信首次遭到媒体爆料开始，背后就不乏地方势力的放料成分，包括他的资产来源、私生活问题、资金去向等，都被层层剥离曝光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释永信虽然是中共一手扶植起来的宗教样板，但也因此深陷于体制内不同利益方的矛盾之中，既要当好红色和尚，完成海外统战与文化任务，又想喷一杯景区红利，建立独立财源，结果就是上面对他不再信任，下面对他咬牙切齿，中间没人再愿意保他。当2024年底河南省书记换人，2025年初统战部部长换人，而释永信又失去了他过去倚重的主要人脉。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和港中旅、登封市的利益纠葛的旧账，就成了中共整理门户的导火索。至此，一位靠体制扶持上位，又因利益冲突与体制翻脸的红顶和尚，终究走到被清算的一天。这不是个人命运的沉浮，而是一场深层制度机制下宗教和政企利益交错纠葛的缩影。中共体制的套、养、杀。释永信不是被体制容忍太久，而是被体制使用的太久。从他坐上方丈之位的那一刻起，他便不只是个宗教领袖，更是党打造出来的统战样板。过去20年，他配合国家政策推动宗教中国化，带领少林寺走出国门，参与文化交流，建立海外分寺，拓展对外形象工程。从表演、旅游到商业，他完成了从僧侣到企业家的全面转变。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体制的绝对服从上。弘法要围绕党讲话，出访代表的是中华文化，而非佛教精神。甚至庙宇本身也成为统战和维稳的工具。可以说，他是党最需要的那类和尚，能表演，会招商，懂政治。
然而，当中共对宗教的掌控越来越强，整肃标准日益严苛时，释永信也从一枚工具变成了一个可能失控的变数。他知道的太多，牵涉太广，财产太大，名声过高。当海外与内部对宗教商业化的批评声日增，当少林寺从宗教圣地变成佛门资本主义样板而引发争议，当需要一个记旗者，他自然首当其冲。体制不需要完美的和尚，他需要可控的和尚。一旦不再好用，曾经的样板就会成为替罪羊。释永信的倒下不仅是个人的清算，更反映出中共一贯的宗教管理逻辑：驯服、利用，然后清除。这是中共与宗教之间那场从未平等的交易，从套到养再到杀，一步不差。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